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唐玉。本该是花瓶岗位的中共政协副主席，最近却忙得像副总理一样，还有地方三巨头全程陪同。更惊人的是，这个人不是别人，而是胡锦涛当年钦点的隔代接班人胡春华。胡春华在20大就被彻底边缘化了，如今呢却连环的故地重游，四川、西藏、长春，一站接一站的走，而且规格呢还越来越高。这问题就来了，到底是政协花瓶的自我救赎，还是中共高层有人在给胡春华加戏码，在四中全会前试水储军回归呢？据中共政协网消息，9月9号到12号，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带队，率领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调研组到四川开展了三农专题调研，陪同的阵容可不一般。除了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与多位委员外，还有中国国务院农业农村部相关司局人员、四川省政协主席田向丽及多位省政协副主席全程在列。调研口径呢，当然还是老一套了，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学习贯彻习对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行程走线呢也是很三农，眉山、乐山、宜宾轮番走访，对象包括农户、农业产业园、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等等。重点关注的是承包地确权登记、2轮研包试点、土地流转、适度规模经营等具体落地情况。看起来呀，这是一次常规的调研，但如果把时间轴拉长，你就会发现几处关键对照。在2018年，胡春华任副总理时就主管农业与扶贫，曾经多次下乡调研，四川也在其工作半径内。2021年9月17号，他在四川督导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工作，曾走过甘孜州的甘孜、新隆还有卢霍。2022年11月14日，他再赴四川督导秋冬季农业生产，看了资阳、内江、自贡、宜宾，并表述要全面落实中央三农论述。时评人周晓辉分析说，这一次四川之行，官方措辞比较3年前从全面落实变成了学习贯彻，这种微妙的语义调整是行文口径的自然更替，还是地位与角色的再定位呢？值得玩味的是，胡春华也可能在边做边等位，保留可进可退的空间。更关键的是身份的对照，如今的胡春华是政协副主席，却在做副总理任内曾主抓的三农细活，而且呢规格不低，细节深入，还有国务院系统的官员随行，这像不像是在原有任务带上再次校正储军的存在感呢？我们大时局频道会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们向您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和我的团队都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的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的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服务器，数据是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服务器，然后由同一台服务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知道你连去哪里。这意味着，只要那台服务器要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数据会经过2台服务器转送，第一台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相当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服务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的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受65折优惠，请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大时局，再打9折，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没有风险的试用。请您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
胡春华的故地重游，四川还不是唯一的一站，他的连环故地重游政治意味是更加浓厚。近期胡春华的故地重游地图还包括8月27号，他跑去吉林长春，为第15届中国致东北亚博览会开幕致辞。省委书记、省长、省政协主席这3位地方巨头都同时陪同参观展馆。回看2019年，他是以副总理的身份出席的第12届同义博览会，彼时的规格反而没有现在来的阵容整齐。那一次呢，胡春华还要宣读习近平的贺信，而今年这个节目就免了。8月20号，胡春华以中央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随同中央高层到西藏参加庆典，其后他再到林芝参观重点工程雅江电站。这既是习近平、李强近年来走过的线路，也与胡春华早年的工作经历有所呼应。此外呢，此行本应是副总理张国清的活儿，却被胡春华抢了风头，路线设计颇具政治符号。如果把这些就地都标在地图上，你就会发现行程贯穿了国家级展会、边疆治理、三农主战场等几条政策主脉，曝光度和陪同规格都不低，仅是履职难以解释全部的信息量。为什么呢？因为政协副主席在中共的体制内属于礼仪性的岗位，通常活动曝光有限，层级定位也偏花瓶。但胡春华的出场方式却明显的越位。在四川，他重回三农核心区域，而且沿用了副总理任内的工作方式与深度，说明他在农业到乡村振兴到地方治理链条上的操作力仍是被需要的。在长春呢，他被地方3巨头陪同，这种规格更像是迎接中央常委，而不是一位政协副主席。在西藏，他以中共中央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紧贴习近平与李强走过的路线，这显然就带有政治符号了，而不是单纯的参观。胡春华在故地的待遇都属于礼遇升级的外在表现，这种规格超配还有角色越位，说明他不是在单纯的履行政协职责，更像是在重新试水，在刷储君的存在感。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他做的事儿已经超出了中共政协副主席的职能范围，但又恰好踩在了高层最关注的政策神经上，这才是让外界觉得不寻常的地方。而且大背景大家可别忘了，作为胡锦涛曾钦点的隔代储君，胡春华在中共20大之后就被彻底边缘化了，无缘常委与政治局，转任政协副主席。彼时外界还记得20大闭幕式的非常规一幕，胡锦涛被当场架离现场。此后，胡春华是一度低调，但在去年中共3中全会前后呢，外界关于习近平健康与逝世的消息纷飞。同期，胡春华的公开活动突然抬升。3中全会上，胡春华不仅没坐冷板凳，还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主席台上，跟习近平并肩坐在了一排。然后，胡春华就开始疯狂地刷存在感，写文章、讲话、主持会议、各地考察、接见外宾、出访友国等等，再到如今的连环故地重游，忙的是不亦乐乎啊！储君的预热节奏正在加速中，而习近平最忌惮的潜在对手，可能就算是胡春华了。胡春华是小村做题家，而习近平是超级红二代，他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胡春华既懂得边疆调控，又懂沿海经济，履历干净，政绩稳健。面对这样一个储君，习近平对胡春华一直是在围追堵截，只是现在自身难保，想再打胡也力不从心了，所以才有了胡春华如此连续的高调亮相。那胡春华的故地重游之前，居然得到了人民日报的配合，发表过春华秋实一甲子的社论。没想到解放军报也打配合，头版头条转载了那篇社论。这些蛛丝马迹似乎都符合挡不住的传闻。现在掌权的核心大佬在给胡春华加戏码，力推西位，而军方也在暗中为他打 call。那么接下来的看点又在哪里呢？10月的4中全会，政经路线与人事安排是否有新的信号？外界对此是高度关注。
通常啊，这种全会涉及到重大政策走向，甚至是人事布局。如果胡春华近期的高调曝光真是在铺垫，那么四中全会就可能会释放2层信号：在政经路线上，是否会对当前的经济低迷、地方财政困境提出新的调整框架？在人事安排上，胡春华会不会以某种特别角色重新回到核心决策圈，比如领衔某个专项小组，进入常委会的预备性位置，或者至少在政策宣传上成为一个被重点突出的人物呢？此外，如果反习派在中共四中全会拿下习近平，官宣胡春华接班，那么胡春华要打什么牌呢？时评人唐靖远就曾爆料分析说，重启乡村振兴战略或许会成为他最大的动作。据说啊，这盘棋可不是小修小补，而是要直接砸下数万亿的投入，等于要用一个超级大的项目来为胡春华或者是汪洋上台奠定经济基础，甚至还要为后续的政治体制改革打开新的突破口。乡村振兴一直是胡春华与汪洋的招牌工程，当年2人就力推这个战略，核心目的就是提振中国乡村的经济与文化，缩小城乡差距，缩小贫富悬殊。换句话说，这是一次重新的分蛋糕的尝试，把资源导向农村，以刺激新的增长动能。这和胡汪执政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和习近平那一套就对不上了。习近平的思路更接近薄熙来，蛋糕要切给权贵和国企，路径是什么？就是变种版的唱红打黑，名义上打击民营垄断，打压资本无序扩张，实际上啊，却是在剥夺民营企业家的资产，加倍压榨农村与城市底层劳工，最后再把这些资产和财富重新导入权贵家族的产业。这种做法让共同富裕变成了共同受苦，难怪外界说习和博不过是换了个说法的同一套路。其实三农一直是中共的根本盘子，从脱贫到乡村振兴都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胡春华早年就在这个领域深耕，从副总理到现在的政协副主席，他对农业和地方治理有一套完整的经验。那这次四川之行，他调研的细节涵盖了土地流转、2轮研包、合作社、产业园等全链条，显然不是走过场。胡春华最新的实际行动与前面的分析传闻似乎都在遥相呼应。胡春华多次故地重游，也在释放他要逐渐掌握真实权力的信号。从四川到西藏，再到吉林，胡春华的行程啊，不仅是重复过去的足迹，更像是在踩点儿。每个地方都和某个政策主题紧密相连。三农、边疆、对外经贸，这让外界就联想到他是不是在为进一步的专项小组角色做准备呢？比如农村改革小组、边疆协调治理小组，或者新一轮的经贸合作小组。这些小组的组长往往比政协的职衔更能代表更大的实际权力。胡春华是否可能被临时授权，成为一个能直接对接中央和地方的桥梁人物？未来会不会交给他更多跨部门的协调角色呢？现在胡春华的每一次出场都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政治预演，重返熟悉的战场，叠加高规格场合，配合政策主旋律。胡春华当下的名片是政协副主席，但从路线与节奏看，他未必止步于此，更像是在为下一步的角色做低调而有力的预热。那么四中全会会不会给他一个新的更高级的角色？他的乡村振兴能否成为经济突破口和政治格局的敲门砖呢？中共高层是不是在为后习时代提前排兵布阵？一切的答案或许很快就会揭晓。我们今天讲的胡春华的故地重游，未必只是回忆过去，更可能是在暗示未来。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